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聊一个正在太平洋深处慢慢发力的东西。它有一个听起来毫无杀气的名字，叫厄尔尼诺，翻成中文是圣婴。你光听这两个字，可能以为是童话里的小角色，可它这一回攒出来的力气，是过去140年里从来没有出现过的量级。它一发动，几十亿人的天气、饭碗、账单都会跟着晃。它到底是什么东西？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为什么偏偏这一次让全世界的科学家集体皱起了眉头？这期我们一次讲清楚。先把话说狠一点，今年春天一条又一条预警从太平洋方向传了过来，世界气象组织、美国的海洋大气管理局、各国的气候中心几乎在同一时间发生，措辞惊人的一致，大意就一句话：一场规模空前的超强厄尔尼诺正在太平洋底下积蓄能量，最快今年下半年就会正式爆发。气象学家给它贴的标签是前所未有，经济学家给它贴的标签是系统性风险，而绝大多数普通人刷到这条新闻第一反应恐怕只有4个字：那是啥？你知道这份预警到底有多稀罕吗？科学家说，上一次出现这种级别的厄尔尼诺得往回追140年。140年是个什么概念？你顺着时间往回数，那是1886年前后，那会儿清朝还没垮，爱因斯坦还没出生，地球上大部分地方连电灯都没通。你把今天活在这颗星球上的所有人排成一排，没有一个人亲身经历过这种量级的气候事件。也就是说，你我咱们所有人都是头一回面对它。更麻烦的是，气象学家手里那一堆预测模型也都在应付一个从来没有被真正验证过的对手。消息一出，各方的动作快得吓人。你看那些大宗商品的期货市场先抖了起来，大米、棕榈油、小麦、咖啡价格预期被集体往上调，好几个国家的政府悄没声地把气候应急预案给启动了，有的在连夜加固海堤，有的在往仓库里囤粮，有的关起门讨论怎么抗旱，有的却在演练怎么防洪。你注意到没有，同一件事，一边在防旱，一边在防涝，听着是不是特别拧巴？可恰恰是这份拧巴，把它的本质给暴露了出来。这个东西砸在不同的地方，方向是完全反着来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一份新报告里说过，一次超强厄尔尼诺给全球经济带来的连锁冲击，可能一拖就是好几年。它伤到的不只是直接挨灾的地方，而是整条全球供应链上的每一个扣子，包括那些你以为跟自己八竿子打不着的环节。说白了，你碗里的米、锅里的油、杯子里的咖啡全都拴在这条线上。科学家们没闲着，他们在各大洋撒下成片的海洋浮标和监测卫星，每隔几个钟头就往回传一批海温数据，拼命想算出这一次的圣婴会长到多大，会在哪儿落地，会先拍向哪一块。这也正是厄尔尼诺最让人看不懂的地方，它从不均匀地伤害地球，而是干脆把地球劈成2半，一半泡在暴雨里，一半烤在干旱里，两边的人素不相识，谁也不知道对方的死活，却被同一只看不见的手同时推向了截然相反的绝境。你说地球上有哪一场战争，哪一次经济危机能同时造出这么2极的结果？涝的接着涝，旱的照就旱，中间隔着整整一个太平洋，根子却是同一个。这个幕后的推手名字温柔的离谱，就叫圣婴。这俩字压根不是什么高深的术语，直译过来就是圣诞节的孩子，听着像个绘本人物。可如今它被印在全球几十家顶尖气候机构最新风险报告的封面上，成了2026年全世界最不想撞见的一个词。你可能好奇，这么个名字最早是谁起的？不是科学家，不是气象局，是一群靠海吃饭的秘鲁渔民。几百年前他们随口那么一叫，压根没想到这2个字有朝一日会被全世界记住。
他们更想不到一个只是让自己捞不着鱼的倒霉现象，背后牵着的竟是整个地球的气候系统。咱们把时间往回倒几百年，19世纪末，秘鲁北部的海岸上住着一群祖祖辈辈跟大海讨生活的渔民，他们的日子简单到只剩3件事：出海、撒网、等鱼。你想想，那片海本来是块宝地，一股叫红宝寒流的冷流从南往北穿过这一带，把海底的养分一路带上来，养活了密密麻麻的凤尾鱼，鱼多到网都拉不动，是全世界渔获量最扎堆的海域之一。一代又一代渔民就靠这片海过活，网撒下去捞上来，年年如此，雷打不动。那是老天爷赏给他们的饭碗，是命根子。可这些渔民早就发现了一桩怪事，每隔那么3到7年，一到圣诞节前后，海水会毫无预兆地热起来。你也许觉得海水热一点又能怎样？对渔民来说，那是天塌下来，因为那些鱼都是怕热的冷水鱼，海水一暖，它们就往深处沉，沉到渔网够都够不着的地方。网撒下去，拉上来是空的。出海一整天，空着手回来，人就那么呆坐在船上，望着那片平得发亮、烫得反光的海面，等海水凉回去，等鱼游回来。你猜这一等要等多久？有时候得等好几个月。一家老小的生计就这么被卡在那片变热的海水里，渔民说不出个所以然，也拦不住，只能一次次收回空网。眼看着家里的存粮一天天见底，孩子碗里的饭一天比一天寡淡，到最后他们只能叹口气，说一句：那个倒霉玩意儿又来了。他们用西班牙语给他取了个名，意思是小男孩，再精确点说，就是圣诞节的孩子，因为他偏偏爱赶在圣诞前后露面。你说这名字起得随不随意？几百年前，一群渔民随手一叫，叫的就是圣诞节那个倒霉蛋。他们当时认定，这不过是老天爷对秘鲁小渔村的一点小捉弄，是隔几年就得挨一回的霉运，跟世界别的地方半点关系都没有。这个判断后来被证明错得离谱，一直到20世纪中叶，科学家才开始正经研究这件事。有位叫皮耶克尼斯的挪威气象学家，在上世纪60年代，把太平洋的海温变化跟全球的大气环流串到了一块儿，一点点拼出了一张越来越大的图。他发现，每当秘鲁海域变暖的那几年，远在大洋另一头的印度、澳大利亚、东非，气候都会跟着反常，而且这些反常一点都不随机，有规律，有联动，活像一台大机器里的一个齿轮，带着另一批齿轮一起转。你想想，一个挪威人埋在一堆数据里啃了好几年，才把太平洋这头的海温异常跟地球另一头的旱涝对上号。他80%也没料到，这一根线彻底改写了人类看待全球气候的方式。打那以后，厄尔尼诺预测成了一门单独的学问，卫星和浮标越铺越密，几十个气候机构每个月都在刷新自己的模型，因为所有人都醒过未来了，只要能提前知道它什么时候来，就能提前半年调整种什么，囤多少粮，加固哪段海岸，这一步能实实在在救活很多人。你看，这一切的源头不过是一群渔民在船上叹的那口气，而他们叹气叹出来的名字后来被发现，竟是地球上最大气候事件的信号，覆盖的范围能横跨整个赤道太平洋，牵动超过20亿人的天气。要搞明白这么一件事凭什么能闹这么大，你得先弄清楚太平洋在没出岔子的时候到底是怎么转的。不懂正常，你就体会不到失控有多吓人。你不妨把整个赤道太平洋想象成一口锅，一口大到从亚洲一直摊到美洲的锅，太阳每天对着它猛晒，表层的海水被烤得暖烘烘。这时候有一群叫信风的风从东往西不停地刮，像一把巨大的扇子，把晒热的那层表层水一个劲儿地往西边扒拉，往西边推，推到哪儿了呢？推到印度尼西亚、菲律宾那一带。
那边的热水越堆越多，越堆越厚。你猜堆到什么地步？西太平洋的海面硬是比东边高出了将近60厘米。你想想这画面，整片海从东到西，海平面差了60厘米，就像一张被人从一边垫高的桌子。水本来该往低处流，却被信封这只手死死顶着，硬撑着那堆热水，不许它回头。这堆热水有多深？温暖的水层能扎到水下150到200米，像一床厚厚的暖被子，盖在整个西太平洋上头。热水堆在西边，对那一带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温暖又潮湿，大量水汽往天上蒸。印度尼西亚一带雨水管够，热带雨林就是这么伟大的，一年到头绿油油，湿漉漉。那东边呢，表层热水全被信封扒走了，底下的冷水就从几百米深处翻上来，顺带把满是矿物质和养分的冷水一并带到近海。这个过程有个名字叫上升流，它就是秘鲁渔民的衣食父母。正是这些从深海翻上来的冷水，把大把养分送到近海，养出了那片惊人的鱼群。也正是它让这片海比周围凉了整整5到8摄氏度，成了热带里难得的一块凉地。你说这套安排精不精妙？西边热，东边冷，西边涝，东边旱，冷暖各就各位，谁都不亏。气象学家给这套系统起了个名，叫沃克环流，是拿最早摸清它规律的英国气象学家吉尔伯特·沃克命名的。沃克当年在印度气象局做事，本来只想搞明白一件小事，为什么印度的季风有些年份会突然变弱，结果越挖越深，画出来的却是整个太平洋的一套呼吸系统。他大概也没想到，自己顺手画的这张图成了20世纪气象学最重要的发现之一。这套环流撑起了太平洋周边几十个国家的气候骨架，澳大利亚的雨季，东南亚的季风，秘鲁的渔场，印度的季风，背后靠的全是这一副精密的齿轮。几千年了，它自顾自的运转，没工程师参与，没人主动维护，就这么把10几亿人的天气稳稳兜着。你说这设计惊不惊人？可这套系统有个要命的软肋，它全指着信封撑着，信封一吹，齿轮就转，系统就稳。可信封一旦松了劲，整套系统就会朝另一个方向偏，而且是越偏越快，越偏越难拉回来，像一辆刹车失灵的车，不知道要滑向哪儿。你想想，太平洋周边10几亿人的天气，命就悬在这一口气上。你以为信封会一直那么使劲吹吗？不会，它是会动摇的，而它一动摇，太平洋就要出大事。信封一软，第一张多米诺骨牌就倒了。先看第一张牌，信封减弱，不再那么卖力地往西推，堆在西边的那一大滩热水，就像一堵开始松动的水坝，慢慢往东回流，把东太平洋的海面温度一点点往上顶。这事不是一夜之间发生的，是几个月里慢慢来的，像一锅水被文火烧着，可一旦开了头就很难停下。你感觉到那股趋势了吗？一开头就刹不住了。第二张牌接着倒，东太平洋的冷水本来靠着热水被推走后腾出的空间往上翻，如今热水倒灌回来，把这块空间堵得死死的，上升流断了，冷水翻不上来了。你猜谁头一个吃到苦头？还是秘鲁的渔民。海水一热，鱼往下沉，网撒下去又是空的，就是前头讲的那一幕又重演了一遍。只不过这一回背后的原因比渔民们想象的要严重得多。第三张牌，东太平洋海面升温，高温海水拼命蒸发，把热量甩给大气，大气循环的节奏跟着乱套，沃克环流被削弱，信封进一步瘫软。信封一软，热水回流得更凶，温度顶得更高，沃克环流接着塌，信封接着软。你看出来了吗？这个循环一旦启动，就开始自己喂自己，越转越偏，越偏越快。它不是匀速的，是像滚雪球一样带着加速度往下冲。这里有个挺有意思的疑问，到底是信封先减弱勾出了厄尔尼诺，
还是厄尔尼诺反过来把信封给拖软了？这在气候学里是个出了名的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难题。两人互相推着走，谁也说不清最开始那一下是谁按的。就好比你没法说清到底是火先烧忘了风，还是风把火吹得更旺。科学家目前能咬定的只有一条，这个正反馈的循环一旦转起来，就会越转越快，一直转到把整个太平洋的状态都带跑偏为止，往往一拖就是9到12个月，有时候更久。他们还画了一条线，赤道中东太平洋的海面温度连着3个月比常年高出 0.5 摄氏度以上。就算正式进入厄尔尼诺状态，你可能撇撇嘴 0.5 度算个啥，体温计量出来都能当误差抹掉。可你想想，这不是一杯热水里的 0.5 度，这是把整个赤道太平洋面积相当于10几个中国摞一块儿，整片海一起抬高了 0.5 度，那是多少热量？科学家算过，这些被锁进海里的能量相当于全人类1年总发电量的好几万倍。你说那是多大一坨能量？大到超出你能想象的边儿。强一点的厄尔尼诺甚至能把整片海抬高2到3摄氏度。你可能还纳闷，到底是啥把信封给弄软的？这问题科学家研究了几十年，现在的理解是，热带太平洋的海洋和大气本来就贴着一个临界点在运行，只要来一点点随机的小扰动，比方说某个季节东风碰巧弱了那么几天，就可能变成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把整个系统给掀翻。就像一个人站在山顶，只需要轻轻一推，他就会往某一边滚下去，可一旦滚起来就很难停住。这也是为什么厄尔尼诺虽然能提前半年到1年预测个大概，可科学家到今天也没法说准它会在哪一年哪一个月引爆，因为那个最初的扰动本身就是随机的。你想想，就这么一个随机的小抖动，竟能搅动整个太平洋的命运。1997年那场大事之后，各国才下决心认真建监测网，把成百上千个浮标像毛细血管一样铺在赤道沿线，一天24小时不歇气地采集海温和洋流，就为了别再错过临界点前那扇窗。那场灾难让所有人明白了一个道理，早预测1个月就能早调1个月的物资，就能少死很多人。而26年这一次预测出的海温异常程度已经超过了1997年。太平洋这台机器一失控，地球就被劈成了2种命运。先说被晒干的那一半，正常年份，信封把热水往西推，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澳大利亚北部常年都能接到充沛的水汽和降雨，是热带雨林和水稻的天堂。厄尔尼诺一来，信封软了，热水不往西来了，水汽跟着断供，这些地方的降雨量断崖式下跌。本该下雨的季节，天上一滴不落，丛林在持续的干热里慢慢变成一个大火药桶，一个烟头，一道闪电，甚至一束折射的阳光都够了。整片森林说烧就烧。数据上看，澳大利亚在强厄尔尼诺年发生山火的概率是平常年份的3倍还多。你想想那是什么场面？整片大陆都在冒烟，动物四处逃窜，农民眼睁睁看着庄稼枯死，水库见了底。那种绝望是真的，不是新闻里干巴巴几个数字。一个农民搞不清该走还是该留，就坐在龟裂的地头上，看着裂缝一天比一天宽，雨却始终不来。你说这日子怎么熬？再说被淹的那一边，东太平洋海面一升温，暖水蒸发出大量水汽，这些水汽总得找地方落下来，就往秘鲁、厄瓜多尔、哥伦比亚的沿海，还有美国西南部去。这些地方正常年份干得要命，有的地段接近沙漠，结果厄尔尼诺一来，暴雨倾盆，洪水到了，泥石流也到了。正常年份的降水量搁这儿，厄尔尼诺年能直接翻上好几倍。秘鲁北部在强厄尔尼诺年，降水量甚至能是平时的40倍。你说沙漠里突然下了平时40倍的雨，那哪是风调雨顺，那是把整块地方直接泡成了水底的泥坑。
还有一批所谓的意外受害者，他们跟太平洋的关系看着没那么直接，却照样被拖下水。你想想，印度的西南季风靠的是印度洋和大气循环的节奏，厄尔尼诺把整个大气循环一削弱，印度的季风就跟着变弱，一个农业大国就此掉进干旱周期，粮食减产。印度有6亿多农民，你猜他们的收成拴在什么上头？就拴在季风带来的那点水汽上。季风弱那么一点，就是上亿人的饭碗出了问题。粮食一减产，市场上的价格立马抬头。你猜谁最先挨这一刀？不是有钱人，是最底层那些本来就只够糊口的家庭。一袋米贵了几块钱，他们可能就得少吃一顿饭。再往西看，非洲东部和南部，肯尼亚、索马里、津巴布韦，这些地方的降雨量跟厄尔尼诺的强度高度绑定。厄尔尼诺年往往就意味着严重的粮食危机，有时候直接是饥荒。历史上好几次大规模饥荒，年份都跟厄尔尼诺撞了个正着。国际救援组织在这些地方守了几十年，记录明明白白。每逢厄尔尼诺年，求援的呼声就比平时高出好几倍。可这些地方的人压根不知道太平洋里出了什么事，他们只知道今年的雨又没来，村口那口井快见底了。你说他们怎么会想到自己头顶的汗竟跟半个地球外的一坨热水连着？你看，同一坨热水砸到地球两头的人身上，竟是完全相反的两场灾。印度尼西亚的人在拜天求雨，秘鲁的人在祈祷放晴，非洲的人在苦等那点远道而来的水汽能不能顺着大气循环飘过来。他们互不相识，互不知情，这辈子可能都不会打个照面，却被同一件事在同一时间推进了各自的死胡同。你说这荒不荒唐？地球上最大的那口锅里，一坨热水动了一下，就能决定几亿人这一年是丰收还是颗粒无收，是有饭吃还是没饭吃。要是你想看看这些影响落到活生生的人身上是什么模样，那我带你回到一个具体的年份，1997年。那一年，地球挨了20世纪最狠的一次厄尔尼诺。它不是持续最久的，可它高峰期那股劲儿，把整个20世纪的记录全摁在了地上。气象学家形容那2年用了一句很重的话：整个地球同时生了病。咱们跟着2个地方的故事走一遍。第一个故事发生在印度尼西亚。1997年夏天，苏门答腊和婆罗洲本该进入雨季，可雨迟迟不来，旱季一直往后拖，丛林被晒得干透，地面的枯叶和泥炭变成了天然的火药，只要蹦出一星火花，就能把整片森林点着。那一年，印尼有600多万公顷的森林和泥炭地被烧毁。你知道这是多大一块地吗？比整个爱尔兰还大。而且这火不是烧一场烧一周就完，是接连烧了好几个月。地是干的，风一吹火就顺着跑，怎么灭都灭不干净。更要命的是烟，那场大火冒出的浓烟从苏门答腊一路漫过去，漫进马来西亚，漫到新加坡，能见度最低的时候不到200米。正午的太阳被遮得严严实实，整片天灰黄灰黄的，怎么看都不像白天。你想想那是什么感觉？每天早上一开门，迎面不是蓝天，是一片灰，是那种得捂着口鼻才敢出门的灰。学校停课，机场关门，医院里挤满了咳个不停的病人，从老人到小孩，一个接一个。那年的空气质量指数好几次冲破600，把危险等级的天花板都顶穿了。这状态一拖就是将近3个月。你说3个月有多长？差不多一整个季度。那90来天，天天都是灰的。研究人员后来估算，那场烟霾让整个东南亚超过2000万人出现了严重的呼吸道问题，医疗系统被挤到了极限，不少老人和孩子因为长期吸入烟霾，落下了不可逆的肺部损伤。那是一种你在新闻里根本看不见的长期代价。那一年东南亚的圣诞节，天空是灰的，
第二个故事发生在秘鲁北部的皮乌拉省，你猜那是个什么地方？典型的沙漠气候，正常年份一整年的降雨量还不到50毫米。人在那儿住了几百年，早习惯了干燥，房子就用晒干的土砖盖，因为几乎不下雨，土砖足够顶用。可1997年的圣诞节前后，暴雨来了，短短几天，当地的降雨量就超过了常年的40倍，街道变成了河，土砖房被泡软，一栋接一栋垮塌。人们爬上屋顶等救援，等不来的就被洪水裹着走了。这个省里几十个村庄从地图上消失了。消失这2个字不是比喻，是真的没了。灾后重建整整用了5年，你说那些农民心里是什么滋味？攒了一辈子的家当被一场雨泡进水里，什么都不剩，只能挤在临时帐篷里，等政府发救援物资。那几年，这个省的经济衰退了将近1/3，是真真切切的一蹶不振。你还记得吧？圣婴这个名字本就是因为他爱赶在圣诞节前后露面，才被秘鲁渔民这么叫的。而那一年的圣诞，圣婴准时赴约。在印度尼西亚，他让天空消失了3个月；在秘鲁，他把沙漠变成了泥沼，让整座的村庄沉进了水底。那2年，全球经济损失超过340亿美元，大约24000人因为这一场厄尔尼诺丢了性命。你看，340亿美元，24000条命，一整片大陆的天灰了3个月，一整个省从地图上消失了5年。1997年那一场就已经狠到这个地步了。而2026年，科学家预测这一次的强度还要盖过1997，盖过过去140年里所有有记录的事件。上一回已经是那副模样了，这一回更猛。你说结果会是什么？1997年那场厄尔尼诺，伤的还不只是陆地，海面底下也在悄悄上演一场没人直接看见的灾难。1998年，澳大利亚大堡礁一批潜水员下水去看珊瑚礁。你知道正常的珊瑚礁长啥样吗？那是一片5颜6色的景象，红的、黄的、蓝的、紫的、橙的，颜色多到晃眼。各种形状的珊瑚在水底舒展着，各种颜色的鱼在中间钻来钻去，是纪录片里最爱拍的那种画面。可那一次潜下去，他们看到的不是这样，他们看到的是大片大片惨白的骨骼，就像有人把整片海底的森林都漂白了一遍，安静、苍白，毫无生气，只剩那些白森森的珊瑚骨架还立在原地，像一片废墟。那几个潜水员浮上水面之后，半天没说话。你要是亲眼看到这样的场面，你会怎么想？他们里头有人后来说，那是他这辈子见过的最安静的地方。可那儿本该是海底最热闹的地方，这叫珊瑚白化，是珊瑚发出的求救信号，也几乎是他死之前最后一声呼救。珊瑚跟一种叫虫黄藻的微藻共同生活，虫黄藻住在珊瑚的细胞里，靠光合作用给珊瑚供能上色，珊瑚则给虫黄藻遮风挡雨，两边互利。你想想，这对搭档已经处了几亿年，是海洋里最古老的共生关系之一。可珊瑚对温度极其敏感，整片海只要连着几周比正常高出1到2摄氏度，珊瑚就会应激，把虫黄藻从细胞里赶出去。没了虫黄藻，珊瑚就丢了颜色，也断了营养，先变白，再慢慢死。1998年这一次白化，大堡礁超过16%的珊瑚就这么没了。太平洋和印度洋的珊瑚礁大面积受损，是人类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全球性珊瑚白化。你可能觉得珊瑚礁跟我有啥关系？不就是水里几块石头吗？可你知道珊瑚礁在海洋里是个什么地位吗？它只占全球海洋面积的 0.1%， 却是全球1/4海洋物种的家。数不清的鱼、贝、甲壳动物，生命的起点都在那儿。珊瑚礁是整条海洋食物链的地基，全球有超过5亿人直接靠珊瑚礁渔业过活。
那些岛国的渔民几乎每一顿饭的蛋白质都来自珊瑚礁这套系统。珊瑚礁一死，就像把一座城的地基给拆了，住在里头的居民全部无家可归，整片海域的生态跟着塌方，更别提珊瑚礁还替海岸挡浪，它用自己的身体扛住海浪的冲劲。珊瑚礁没了，沿海的村庄和农田就得直接承受更猛的拍打。太平洋上有不少岛国，他们的国土本来就只高出海面几米，珊瑚礁是他们最后一道防线。你说这道防线要是垮了，那些岛国的人往哪儿去？最让人揪心的是，珊瑚一旦死了，想恢复的几十年，有时候要上百年。可厄尔尼诺每隔几年就来一趟，一样东西死了要100年才长得回来，却每隔几年就挨一次高温暴击，这账怎么算都填不平。26年又来了一次大规模白化，24年再来一次，几乎每逢全球性厄尔尼诺年，珊瑚礁都躲不过一劫。科学家开始担心，照这个节奏下去，珊瑚礁的恢复速度迟早追不上它死亡的速度。海面上的森林在烧，海面下的森林在白，只不过后者没人看见罢了。你猜那片海现在还好吗？讲到这儿，你可能以为厄尔尼诺一走，天气就该恢复正常，地球总能喘口气了吧？想得美。更多时候，厄尔尼诺前脚刚走，他那个反着来的妹妹后脚就到了。这妹妹叫拉尼娜，西班牙语里是小女孩的意思。如果说厄尔尼诺是太平洋喝多了热水，那拉尼娜就是太平洋灌了一肚子冰水。两人是照镜子的关系，几乎所有事都反着来。拉尼娜的时候，信风不是变弱，反而变强，刮得比平常还猛，把更多热水往西边推，东太平洋的冷水上涌得更凶，整片东太平洋比常年更冷。它对全球气候的影响跟厄尔尼诺几乎完全掉了个个儿。厄尔尼诺让印尼变干，拉尼娜就让它更涝；厄尔尼诺让秘鲁发大水，拉尼娜就让秘鲁更旱；厄尔尼诺让澳大利亚山火连片，拉尼娜就让澳大利亚泡在洪水里。222年，澳大利亚那场拖了好几个月的严重洪灾，让1/3的国土泡在水中，背后就是拉尼娜。你想想，那场洪水拖了好几个月，有的农田被淹了3回，庄稼刚补种上，洪水又漫过来，农民站在齐腰深的水里，都不知道该往哪边看，那是什么心情？你可能想问，拉尼娜就没一点好处？对有些地方还真有。拉尼娜年，印度的季风往往更饱满，这对农业是好事。南美东部的巴西、阿根廷大豆和玉米主产区，拉尼娜年降雨普遍偏多，丰收的把握更大。你看，世界粮食市场跟拉尼娜的关系和跟厄尔尼诺的关系几乎正好反着来。这也是为什么全球的粮食期货交易员每年都得死盯着太平洋的海温报告，因为那串数字在告诉他们，今年哪儿的收成会好，哪儿的收成会砸。你说太平洋那坨水的温度离你家的餐桌到底远不远？地球这台机器就这么在2个极端之间来回荡，像一个钟摆，高了往回甩，低了又被推上去，永远停不在正当中。那什么才叫正常呢？正常不过是钟摆晃过终点那一瞬的短暂平衡，是2个极端之间的交汇点。可你猜地球在这个平衡点上能停多久？大部分时间它要么偏向厄尔尼诺，要么偏向拉尼娜。平衡只是路过，从来不是常态。科学家把厄尔尼诺和拉尼娜合起来称呼，叫厄尔尼诺南方涛动，是地球气候系统里一段自然发生的年纪震荡，几千年来一直在跑，像地球给自己写好的一段循环程序，不停地转，没有终止键。超强厄尔尼诺结束之后，拉尼娜往往紧跟着就来，就像钟摆荡到一边，必然要往回摆。2020到23年，地球连着经历了整整3年的拉尼娜，是60年来最长的一次。那3年里，全球好几个地区都挨了严重的旱涝和一场接一场的极端天气，只是没人给它贴史上最强的标签，大家就当成一段正常的坏天气，忍过去了。可你知道吗？
那3年里死于极端天气的人数比不少战争年份还要多。23年，厄尔尼诺接过3年拉尼娜的扳登场，又一次把全球气温的记录给刷了。然后236年，这场预测中的超强厄尔尼诺又在一个已经被垫高的起点上开始积蓄。现在你明白了吧？厄尔尼诺和拉尼娜加在一起是地球气候里最大的一台过山车，而这台过山车最近这几十年正跑得越来越极端，越来越让科学家皱眉。为什么？因为有件事正从外头改写它的游戏规则。厄尔尼诺这台过山车原本是地球自己在跑的一段周期，几千年了，高一下低一下，大致就在一个范围里晃，没人能彻底叫停它，可也没人让它变得格外过分。但最近几十年有一件事正悄悄把规则改了，那就是全球变暖。工业革命以来，人类往大气里排了海量的二氧化碳，全球平均气温比工业化之前已经高了 1.2 摄氏度还多。你可能觉得 1.2 度好像也没多少，差不太多。可你想想，这是整个地球的平均温度，不是某座城市的温度计。这个数字每往上抬一点，背后都是海量的额外热量被锁进了地球系统，锁在大气里，锁在海洋里，锁在每一片土地上。你知道海洋是这些多余热量最大的仓库吗？科学家估算，过去几十年里，人类排放造成的多余热量超过90%，最后都沉进了海里。这意味着今天的太平洋底子温度比几十年前已经更高了。厄尔尼诺每一次出发都是从一个更高的台阶往上叠，叠出来的结果自然就不一样了。这些额外的热量和厄尔尼诺撞到一块儿会怎样？你得先知道一条物理规律，温度每升高1摄氏度，大气能装下的水汽大约多 7%。 7%听着不多，可这是整个地球的大气，多出来的这些水汽意味着下雨的时候雨更大、更急、更狠。同样强度的一场风暴带的雨量比几十年前多出一大截，洪水来得更快，退得更慢，冲走的东西更多。那旱的时候呢？背景温度更高，土地失水更快。同样程度的一场干旱，如今更容易恶化成极端旱灾，河床更早裂开，植被更早枯死，野火更容易失控，烧起来还更难扑。你看，两头都在被放大，涝得更涝，旱得更旱，中间没有一点缓冲。所以同样一场厄尔尼诺搁在全球变暖之前造出来的是某种程度的灾，搁在全球变暖之后造出来的灾要严重得多，因为它站在一个更热的起点上，每一步都被往上顶了一档。同样一场山火，在更干更热的背景里，消防员的活儿难得多。同样一场洪水，在含水量更高的大气里，水量要大得多。每一档灾害的等级都被抬高了，你感受到的是加倍的猛，不是原来那个猛。23到24年，一场中等强度的厄尔尼诺叠上全球变暖的背景，就让全球多地的高温记录接连告破。那一年成了有气象记录以来全球最热的一年。不是某个地方热，是海面温度、大气温度、陆地温度全线破了记录。你记住，那一次厄尔尼诺只是中等强度，就已经把所有记录都掀翻了。你现在再想想，26年如果真是140年最强，再叠上全球变暖这层底子，那结果会是什么？有气候学家打过一个比方，厄尔尼诺和气候变化叠在一起，就像一场森林大火。厄尔尼诺是那只打火机，全球变暖是浇透了汽油的丛林。单独打一下火机，火苗也许自己就灭了，可一片浇透汽油的丛林，不需要多大的火就能烧成一整片。你说这个比方准不准？有人问，那我们能做点什么？答案很朴素，预测、准备、应对。气象学家现在能提前6到12个月预报厄尔尼诺，这个窗口已经够用了。有些国家靠它提前调整农业计划，囤好应急物资，加固关键设施。知道它要来和不知道它要来，你受的伤能差好几倍。
而这只打火机现在正在打火。如果2026年这场圣婴真是140年来最凶的一次，地球会发生什么？不是概率，不是模型，是真实世界里会冒出来的那些事。我带你把这条因果链走一遍。先走干旱这条街。超强厄尔尼诺年，东南亚的旱季会被拖得更长。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泰国连着好几个月不下雨，地面干透，树木枯黄，整片热带森林攒着随时会炸的能量。一旦点着，几百万公顷的森林能烧成灰。烟雾漫过邻国的机场，逼得学校停课，就是1997年那一幕。只不过这一回背景温度更高，丛林更干，火只会更猛。印度的季风同样会减弱，夏季雨水变少，粮食主产区滑进干旱周期。东非那边，肯尼亚、埃塞俄比亚、索马里本就是全球粮食安全最脆弱的一块。旱一来，粮食危机就会升级成人道主义危机，国际救援组织又得拉响一次警报。干旱再往下走，就踩到了粮食。东南亚是全球最大的棕榈油和大米产区，印度季风一弱，产量就往下掉。澳大利亚在厄尔尼诺年避旱，而它是全球前3的小麦出口国，小麦一减产，直接冲击全世界面粉和面包的价钱。稻田裂缝，麦田枯黄，产量预警一出，全球粮食期货市场立马就动。然后你在超市里发现大米涨价了，食用油贵了，面包贵了，咖啡也涨了，一顿早餐得多掏钱。你看，就这么一条线，从太平洋那坨热水的状态一路传导了你手里的购物篮里。这不是吓唬人，这是真真切切的传导机制。1997年那2年，全球粮食价格普遍涨了 15% 到 30%， 普通人家都感受到了。你说那一年，你家的菜钱是不是也悄悄涨了？再走洪涝这条线，南美西海岸的秘鲁、厄瓜多尔，还有美国西南部，暴雨来了，洪水冲垮供水系统，饮用水被污染，积水又成了蚊子和细菌的温床，霍乱、登革热、疟疾开始在那些积水的角落里蔓延。1997年秘鲁那场暴雨之后，当地的登革热病例暴涨了10几倍。你说这一次会是多少倍？气温更高，蚊子活跃的季节更长，传播还更快，洪水还会把整村的人从住了几代的地方冲走，房子没了，土地没了，人只能拎着能带走的那点东西上路，往哪儿去自己都不知道。1997年秘鲁就有几十个村庄从地图上消失，这一回规模更大，流离失所的人只会更多，太平洋上的风暴也会更凶更密，因为更暖的海面供着更多能量，好几个热带地区得面对更频繁的飓风和台风，港口关闭，航运中断，供应链上的每一个节点都开始打颤，然后这些损失会走上第3条线，拐进全球的保险和能源市场。极端天气集中爆发，保险公司的赔付压力猛涨，全球再保险市场跟着震动，更多的高温天直接抬高用电需求，电网的峰值负荷压力增大，用电高峰的电价往上走，能源供应又因为频繁的洪灾时断时续，油价跟着起伏，最后这一切都会以某种方式落回到每一个普通人的账单上。你以为这跟你没关系，这条链的终点就是你口袋里的那点钱。这条因果链的尽头永远是一个具体的人，是某个在菜市场里发现米又贵了却搞不懂为什么的家庭主妇，是某个今年渔获减了一半发愁年底怎么过的印尼渔民，是某个站在龟裂土地前不知道今年收成能不能保住的澳大利亚农场主，也是某个非洲村子里在苦等一场没来的雨的孩子。太平洋里那坨热水就这么顺着这条线一路传到了一个普通人的日子里。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活在这条因果链上，只是大多数时候你压根儿不知道那根线拴在哪儿。而现在你知道了，今年春天当那些预警一条接一条冒出来的时候，大多数人刷到新闻不过是皱了下眉，觉得这事儿离自己老远，
然后随手划走了。可看到这儿，你大概已经明白了，这件事跟你的距离比你想的近得多。你吃的米，你用的油，你喝的咖啡，背后都拴着一根线，连着太平洋那坨热水。你超市货架上的每一个价签，都从你手里一直延伸出去，伸到某片农田，某个港口，最后接到太平洋的某一片海面上。这根线平时你看不见，可它一直都在。你没办法控制那坨热水，谁也没这本事。那是地球这台机器自己在转，它有自己的节奏，有自己的逻辑，不用征求任何人的同意。可认识它和不认识它是完全不同的两种处境。多懂一件事，你在这个世界里就站得稳一分，就不那么容易被人随便推着走。下一回，当你觉得夏天比往年更闷更热，当某个地方又发了洪水，某个地方又闹了旱灾，也许那不是你的错觉，也许那是太平洋在发信号。你能读懂这个信号，你就跟别人不一样了。圣婴，一个几百年前秘鲁渔民随口叫出来的名字，如今成了2026年全世界最不想听到的一个词。它是太平洋里的一坨热水，是地球气候系统里一个很古老的开关，一旦被波动，没有人能把它按回去，只能等它自己走，再等下一次来，而下一次也许更猛，因为它每一次都是站在一个更热的地球上出发的。好，这期就聊到这儿。如果看完觉得还不错，点个赞支持一下，也欢迎顺手把这期分享给你身边可能会感兴趣的人。还没订阅的话，顺手订阅一下，这类话题我后面还会接着聊，订阅了才不会错过。咱们下期见。